酱香牛油，这肉好嫩啊！肉比较高兴，这底下糯米呢？这啥米啊？哪有？ Hello， 大家，今天终于要给你们介绍我在上海最爱的米其林爱店了。前不久，他还拿到了亚洲 Top 50餐厅的事先声明啊，这个肯定不是业配，只是作为一个食客和下厨爱好者，遇到一家愿意在料理和食材上花心思的餐厅，真的觉得有那种惺惺相惜的感动。这肉好嫩啊！是这家就是属于我去年回国2次，然后吃了3次，甚至在国外因为没法帮我妈过生日，还特意帮她把生日餐厅安排在这家的成都。黑毛猪肉，意大利黑醋炸黑毛猪肉，那是采用了一个意大利的黑醋跟咱们的龙岩的黑毛猪，就是说肩胛骨这一部分的肉腌制的，腌制过后用油一起炸的一个，底下呢是一个薄脆，那上面呢是一个雪梨丝，上面有这个肉上面有些轻轻的青柠檬碎。就这家餐厅，它做的是闽南菜，但也有一些福建其他一些地方菜的特色和影子。首先我想说的是，就是某点评上有很多这家的推荐菜，但我吃下来觉得或许他们并不是这家店的正确打开方式。咱们师傅先打破传统的做法，用生米先将它炒至半熟。然后跟我们高蟹一起，比如说黑醋肉、红鲟米糕，还有佛跳墙在内的贵价菜，性价比我觉得都比较低，然后调味和最终呈现上也没有那么优秀，反倒是他们家有一些更加平价的菜是让人眼前一亮。丝炉鳗，对，它也是我们一道新品，也是我们的秋季菜单。我后2次去就首先会问看看最近有什么时令或者新菜，他们家时令菜单经常会变动，主要是会有一些特色的海鲜和蔬菜。哇，它这个肉蛮有嚼劲的，一开始我认为这种老软的，但是很老 Q 弹，啊，有点 Q 弹。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那个皖鱼？它叫脆皖鱼，它这个肉就是天生就是 Q 的不得了，很脆很脆的，就是很多人吃到那个鱼的时候都会觉得是不是科技鱼很活，但其实不是，就是它那个肉本身就是那个样子。东西南北4个地方的食材，它有闽东的嫩姜、闽西的和田鸡、闽南的螺片以及闽北的土葱，就下面一丝一丝的是炸制的一个丁丸粉丝，吃起来脆脆的。他们家我最爱的一道就是和田鸡捞螺片，用的是长汀的和田鸡和厦门的红螺片，配上炸到酥脆的极细的槟榔芋头和大条葱丝，就是鸡肉鲜嫩，螺片脆弹，然后再用腌制的酸甜的嫩姜给上点睛一笔，就是从口感到口味上都是那种让人吃到难忘的程度。它这个品种是在鸡的种类当中世界前5。我也看，是吧？老苦啊，就荔浦鱼，它就是荔浦鱼头呢，它特别是个头特别大，然后选中间最嫩的一部分，然后一颗一颗咱们给你做2份，然后底下呢是一个红烧肉的肉汁。葱油油焗荔浦芋头也是这家店的名菜，就是用荔浦芋的芋心和猪油、猪肉小火味道从外到内质地如一的绵密，还不错吃，但是2口足矣。莆田温记烫羊肉，它用的是5到6个月大的3羊肉，然后用它脖子内部是最好的那个地方，血色相间。还有依照了莆田做法，把黑山羊在热水中反复浸泡熟的白切莆田温汤羊肉，就是羊皮软弹带着胶质感，羊肉带着不腥膻，但又有别于新疆内蒙羊的滋味。味道，它就是有羊味，但是不是那种膻腥味。单吃的话味道很香，这个是羊肉味，但是就是你说的是微膻味的。对，但是它那个搭了汁之后味道完全不一样。再来就是把传统菜式的调味运用创新，比如一道麻油大肠。这个做法呢是跟姜母鸭做法一样，它用了姜母鸭的调味，但是它把姜片片得特别薄，再用糖腌制一下，经过煸炒之后，它吃起来就是毫无纤维感，甚至比盘子里的大肠还要让人吃着上头。它把这个姜弄得特别薄，然后跟那个酱汁一炖，它吃起来就没有那种姜的那种纤维感了，还是提供那种脆脆的口感。像在吃甜滋滋但是麻油酱香味十足的笋干一样，真的让人眼前一亮。餐厅的供应链很稳，然后海鲜品质确实我觉得还蛮不错的，用花椒水泡过的，这样第二个体现。就是几次吃海鲜品质都蛮值得称赞的，像是吃过的水煮东山小馆、鲜椒黄鳗啦，还有闽南捞汁、黄蚬子都很饱满新鲜。你吃是吧？来，吃，贴个香煎麻油。这啥米啊？五鱼。
还能吃到很多江浙沪一带非常不常见的蔬菜，比如台湾山苏、建瓯笋芽。它甚至把漳州的落教村这么看似不起眼的配菜都炒成了主角。山苏，然后台湾那边特别常吃的一种蔬菜，哪能有点味道的味道？我试试看，有点清苦，对，口感特别好。第一次听说，它还有一个苦豆豆。它清苦，有一点点中带一点点甜。落教葱呢是漳州的，这上面是葱啊，我对，以为看不出来。韭黄呢。它这个吃起来的话，就是有葱的那个甜，但是没有葱的那个辛辣感。葱一起吃，我也不是没喜欢。这个葱可以了。这边人家葱当了就调料了，那葱当主菜了。韭黄啊，感觉是，像那干炒牛河里面有韭黄。还有像是五香卷、土笋冻、漳州麻糍、闽南卤面、芋泥香酥鸭、福州肉燕这些比较传统的菜式呢，也被他们锦上添花了一下，就是做得更加精致了。我觉得土笋冻和麻糍都很不错。这是什么？芋泥香酥鸭。对，芋泥香酥鸭，它上面这个白色的是帕玛森芝士，下面是小麦苗。我那天看到他们做那个酱香牛鱼，剩下我吃过的卤面、香酥鸭、五香卷和肉燕，觉得就是有点见仁见智吧。旁边应该是头水紫菜，就是能看出来他们很用心，但是未必比传统做法的味道、口感更让人眼前一亮。这最后一道好吧，就吃吧。里面放了马蹄，还蛮鲜的。甜点的部分我基本上也都吃过，还是比较喜欢手工黑麻糍。大红袍奶冻也是他们家最有名的菜之一，是好吃的。但是我后来在家复刻成功了，倒是也不难。它其实就是一个大红袍茶味很浓郁的类似水浴法慢蒸双皮奶的概念。这个是什么？香酥芋枣，店那边的甜品就是芋泥，然后炸一炸。它甜度不是很高，所以更能吃出那个芋头的香气。它口感跟那种芋泥有点不太一样，它稍微有一点点糯糯的那种感觉。都很好，都挺好吃的。我觉得比较难吃的，比较没有那么好吃的是这个肉，就是这个对，意大利。说到这里，还挺想说一下他们服务的。我觉得就是这2年，因为新荣记的存在，国内餐饮业卷服务真的是到了一个新的高度。对，丝瓜的味道就进到龙虾汤里面去了。去年回国也去了不少米其林和黑珍珠，但还是觉得就是域外滩是少有能把察言观色能力做到极致的，就是在有一定距离感的同时，又能很细致的提供贴心的服务。其实这件事并没有想象中这么简单的。当然还有一点就是他们真的能让食客感受到薅羊毛的快乐。有一次去我们点了一个狼冰芋头咸干饭，但吃了1个多小时以后，他们突然跟我说这道菜可能出不来了，就给我们换了更贵的5J 火腿焖饭，虽然它不是很好吃啊，但同时还是把我们的咸干饭的钱给免了，还送了我们1人1个甜品，顺便许诺下次我去再送我1份咸干饭。就是做到这个份上，他们真的是深谙什么才是顾客真正想要的。它这个米饭本身带点糯的那种粘性。那米饭比较 Q， 不可否认，做到这个程度肯定是需要资本的介入的，但还是真心希望用心的餐饮人被更多人珍惜和发现。之后就带你们去墨西哥城吃一家宝藏海鲜餐厅，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